这个女人怎么也不会想到，王子爱上灰姑娘的故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。她以为男人和她一样是来面试工作的，出于好心，她将自己的心得和刚刚面试的经验一一传授，根本想不到面前的男人就是这个国家的国王。安妮的善良和真诚彻底引起了卡尔的好奇，他刻意隐瞒了自己身份，殊不知月老早已将他和那个陌生女生绑在了一起。安妮是专业的滑冰运动员，就连公主都为她痴迷，甚至还邀请她和闺蜜一起参加皇室的晚宴。可缘分就是如此巧妙，就在安妮想去找洗手间的时候，却意外闯入了国王的办公室。You, what are you doing here? Oh, you're on a tour. 为了不暴露身份，卡尔谎称是宫殿的工作人员。安妮好奇地问他这里的国王如何，卡尔赶紧自夸道 Magnanimous and beloved, that sort of thing. 安妮笑着说，看这里的装潢和陈设，也能猜出国王很廉政，因为简直丑得超出想象。卡尔没想到会有人如此嫌弃自己的审美，有些脸红地辩解道 I think it's just perfect as it is. 参观结束后，安妮准备就此离去，可公主却对卡尔提出想举办滑冰比赛，她的目的就是要让她的偶像在所有贵族面前大放异彩。卡尔此刻还不知道安妮的身份和名字，为了能让公主开心，他只能温柔地答应下来。第二天还主动派人去和安妮商谈此事，纵然觉得莫名其妙，但国王亲自发出的邀请，安妮还是不敢随意拒绝。她和闺蜜心情忐忑地去见国王，却在会议厅见到了那个熟悉的男人。You, what are you doing here? I'm meeting the... You're the king. 安妮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她之前竟然将国王当成了普通的打工仔，但国王显然并未放在心上，反而直接说想让两人留下来参加比赛。闺蜜不想放过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可安妮却满心想着回家开办自己的滑冰场。卡尔不想强迫安妮做任何事，让她和闺蜜商量。闺蜜以为安妮疯了，极力劝说她留下来，安妮只好选择妥协。她第一次享受了国王的贵宾所应有的待遇，不但有宽敞豪华的房间，还有各种华贵的礼服，每一件都足以抵得上安妮一整年的工资，足以表达卡尔的诚意。安妮和闺蜜盛装出席了皇家聚会，一亮相便成了全场焦点，大家都在猜测这个如出水芙蓉般的女人到底是谁。随着卡尔一步步走去，所有人都自觉地让出了道路。You look different. Thank you. 卡尔示意安妮勾住自己手臂，安妮没有拒绝。郎才女貌的两人看上去是那样和谐和自然。卡尔坦然地问安妮为什么留下来，安妮没有隐瞒，诚实地说是为了丰厚的报酬，也为了能让可爱的公主开心。安妮从此和闺蜜开始了紧张的舞蹈编排工作，闲暇时会亲自到商店购买所需要的舞衣和首饰。可她怎么也不会想到，堂堂一国之君竟然也会出现在小商店里。店员震惊地和卡尔打招呼，可卡尔眼里只有安妮。What brings you here? Pageant prep. You? I'm just running errands. 卡尔淡然地说他想亲自挑选一些礼物送给在意的人，可当安妮细问时，才得知他能想到的只有烂俗的卡片。安妮有些鄙视地说，这些是10几年前玩剩的东西，礼物也在更新换代。 Well, I appreciate your unsolicited advice. 见卡尔没有采纳意见的意思，安妮只好乖乖离去。但国王只是想维护自己的尊严而已。在安妮走后，他赶紧问服务员现在最流行的礼物是什么，可服务员也不敢多说什么。于是正当安妮为比赛而忙碌时，高贵的国王忽然走了进来，诚恳地问安妮到底什么礼物才能让公主开心。感受着国王的柔情，安妮心中的芥蒂也一点点消失不见。两人互相道了晚安，宛如一对刚确定爱情的情侣。按照安妮的提议，卡尔决定让公主亲自挑选圣诞树，三人一起来到野外，在一片银装素裹中喜笑颜开。卡尔感受着前所未有的放松，渐渐喜欢上了此时的感觉。在公主选定目标后，卡尔立马让人将圣诞树拖回去，但安妮却提议最好是自己扛回去，这样才有节日氛围。于是平日里养尊处优的国王心甘情愿的自降身份，和安妮一起抬着圣诞树朝宫殿走去。而这一切全都被守在一旁的记者拍了下来。几个人一起布置了圣诞树，卡尔竟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温馨和成就感。安妮和闺蜜分享近几天的喜悦，两人都不敢相信安妮竟然会和国王有如此巨大的缘分。卡尔还故意和安妮去商店购物，以及虚心和安妮请教手工制作。当然，这些都只是他故意想和心爱的女人多待一会儿的手段而已。可两人却在这一次次相处中感情越来越深，看着彼此的眼神中也增添了别样的光彩。两人一起外出的事很快登上了报纸，但卡尔却并不在意，反而会盯着绯闻暗自发笑，回味那一刻的美好。可闺蜜的脚却在一次训练中意外拉伤，医生提议近1个月内不能比赛，可表演的日子已经所剩无几。闺蜜知道这场比赛其实是为安妮一个人设立的，她只是陪衬，于是劝说安妮勇敢地面对一切，
就算一个人也要在众人面前绽放光彩。卡尔前来询问安妮进展，他不希望公主有任何失望和难过。安妮信誓旦旦地确保没问题，怎料卡尔竟忽然向安妮询问礼物挑选的事情。安妮没想到国王会因这点小事发愁，这也再次证明了他的和善和亲民，于是赶紧亲自带着卡尔去商店挑选礼物。整个过程中，卡尔就像是普通男朋友一般，默默跟在身后，担任出钱和拎包的角色。随后两人又和公主一起为即将到来的晚会制作点心，画面美好而又温馨。晚会很快来临，看着自己亲手制作的成品，卡尔竟然有一种特殊的成就感。他们一起聊八卦，一起在火炉边探讨人生，仿佛这一刻他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国王，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想要进一步了解心爱女人的男人。安妮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眠，于是起身出来散心。正巧卡尔还在看文件，认真工作的样子让安妮很是入迷。两人坐在一起喝咖啡，在寂静的深夜里规划未来的美好。当听到安妮说自己还是想回家时，卡尔有些慌乱地问道 So the pageant's in 5 days, and then you go home? I do. Although, What? I guess I've been in such a big rush to get home. 卡尔彻底放下了身为国王的身段，恳求比赛后安妮留下来，但安妮说家里还有年迈的母亲需要照顾，她也无可奈何。卡尔脸上肉眼可见的落寞与伤心，但她还是努力地展现出优雅淡然的笑容。闺蜜因急事提前离去，这让卡尔很是心急，他怕安妮也跟着消失，于是找她谈心。好在安妮并没有这样的计划，两人也渐渐打开了话匣子，聊起了彼此的经历。安妮第一次知道，原来高贵的国王也有一段悲惨的童年。两人的心再次迅速拉近，他们一起参加了公主的比赛，一起在夜晚的阳台上仰望星空，互相有意的两人一点点靠近，暧昧的气息回荡于整个天地。可就在两人即将接吻时，电话忽然响了起来，原来是闺蜜遇到了困难，需要安妮亲自前去解决。这次卡尔没有苦苦挽留，反而淡定地说道 It's getting cold. We should probably go in. Yeah. 明明早已有了准备，可得知安妮第二天离去后，卡尔还是无法抑制的伤心。他会时常盯着报纸上的照片观看，美好的回忆仿佛就在眼前闪烁。比赛越来越近，可安妮却不打算回去。她和闺蜜说，两个完全不同世界的人不可能走到一起，可闺蜜却劝她至少要给彼此一个机会，如果爱，那就勇敢去追寻。就在安妮犹豫不决时，卡尔让管家送来了金灿灿的五角星。It's my Christmas star, and I hope it guides you home. Love, Alex. 安妮终于勇敢地接受了这段特殊的爱情，再次出现在卡尔面前。四目相对时，没有太多矫情的话语，浅浅一笑，便已然明白了彼此的心意。安妮在众人面前尽情舞蹈，而卡尔的眼神从未移去。结束后，安妮自卑地问卡尔如何看待这段身份不匹配的爱情。卡尔深情地说道 Katie, it doesn't matter to me if I'm a king and you're the prom queen. I'm just a man who loves a woman who he hopes loves him back. 有时候爱就是如此霸道，没有任何规则可循。我爱你，便可以为你舍弃一切束缚和成见，哪怕背叛全世界，也要和你在一起。好了，这里是野人电影，喜欢的关个注，谢谢。